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眼睛不好的人一定要好好看今天这个视频。咱们发现很多的人啊，年轻的时候看东西啊，视力是非常清楚，包括是他的看一些手机啊，看一些文章，哪怕是看上一个8个小时左右，他都不会感觉特别的累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随着年龄上来以后啊，看手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手机就会拉远了，因为一些小字啊，他总是眯着眼睛去看，看不清楚。而且有很多的朋友，只要这个光啊对着眼睛照这么一会儿，他就不知不觉的会流下很多的泪，眼睛里面啊感觉特别的难受。在这里呢，我教给大家一套动作，这一套动作大家坚持去做，做完以后啊，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你能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睛上面啊周围一圈亮了、松了，感觉是非常的舒服。那么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，感觉动作好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同时把动作收藏下来，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。那么首先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，咱们把它分为2步。第一步呢就是找到眼睛上面的一个小开关，第二步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保护咱们自己的眼睛。那么我们先说第一步啊，第一步的话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就在这个角，你看眼眶这里有一个角，这个角里面就藏着一个小开关。我会问大家，这个地方你能知道它的一个弧度是什么样的吗？很多人回答说不知道。那这和弧度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重点，就是叫做等身寸啊。其实每个人啊都量身打造的一个等身寸，非常神奇的地方。你看，把我们的大拇指伸出来，看到没有？你不知道你的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弧度，你看一下你的大拇指，这个弧度对上去以后就是我们的弧度啊。你看对上去以后，我们的大拇指前面这一节触及的位置就是这个开关。那么我们把大拇指往上去顶，然后往内外去推，一定要记得先向内再向上，内外去动啊。你看，先向内啊，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，非常简单，再向上来回去动。如果说你感觉你的手比较滑，没有支点的话，就拿4个手指作为支点啊，对在这儿啊，放在这儿就行。你看，向内向上来回的动，在动的时候，我们慢慢的去摸索。有的朋友能摸到一个凸起的小点，如果你摸到是非常好的，就围绕这个凸的小点去来回的动。如果你没有摸到的话，我们就来回动就行啊。动上多少秒？5秒钟到8秒钟。那么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啊。我们刚开始去做，先做半边，先做一只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做完以后你得要有对比，对不对？5到8秒钟以后，你把眼睛睁开来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明显感觉这里不一样了？你们看我的双眼也能看出来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做完以后，你记住我是什么样的，你们做完以后也是什么样。我现在明显感觉进光量强了，而且感觉松了，你们做完也是这样。另外半边也一样啊，对上去以后，用这半截对上去以后，跟着做就行。如果感觉滑，我们就把4个手指放在这儿。那么刚开始有很多朋友做的时候说啊，老师我里面感觉会有一些痒啊，感觉会有一些淌水啊，这是正常的啊，叫做排他反应。我们把这个学会了以后，每天你如果看书看累了，就可以这么简单的操作一下，5到10秒钟，5到8秒钟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有的朋友说，老师你光做这个其实不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日常当中也要去经常保护一下眼睛。怎么去做？就是往远处去眺望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。比如说经常有人说，你看看看窗外，看看绿色，看看远处，这样是非常好的，双眼也会非常舒服。但是很多人现在住在高楼层的这个住宅小区里面，包括它的风景景色也不一定能完全的满足。我教大家一个道家非常简单的小方法，这个小方法呢是什么？就是你在你的窗户上面，或者家里面有小孩的，你在他的这个作业的一个柜子上面挂上一个高高的一个小圆坠，一个小吊坠。为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它还有个开关是在我们的后面，风池风府啊。你把手放在这儿，看一下啊，放在这儿。这个位置2个手指点住，点在这个位置以后，我们怎么样啊？头别动，你就动你的眼睛就行，左右看，往左看，往右看，上下这么看一看。看完以后，你会发现在头不动的情况下，你的眼睛左右动，后面的肌肉就会不断的跳出来弹你的手，这是它们之间的关联。所以呢，你记住后面的这个地方，它会随着你的眼睛调动而调动。那么
我们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眼睛休息，那么我们只要把东西放在斜上方45度，你眼睛往上看，头就自然往上看，然后眼睛对焦对在这个吊坠上面，它会左右去摆动，你甚至手拨一下，左右摆动，就对着上面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眼睛在动的时候，后面它其实也是在跟着一起调动的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够从多方面去把我们的眼睛去保护好。像我的家里面，在窗户上面就挂了一个小小的吊坠，也可以挂个小风铃，然后只要它一来一晃，你听着声音，眼睛就会跟着左右去动。而且这个角度很有讲究，不能平视，一定要是斜上方，在这个45度或者60度左右，一定要是斜上方，斜在这儿，你远处看过去，眼睛往上看，头就不知不觉的会抬起来，这样对我们的脖子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。这2个方法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，我相信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启发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啊，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在别人那里啊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眼睛上的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。今天一个偶然的时间啊，我看了一下手机，我发现我平常不怎么用手机的，但是我累积每天的一个使用手机的时间都达到了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啊。就是无形之中啊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都在遭受这种光污染啊，这种电子产品啊对我们眼睛啊会带来一些伤害。有些时候啊，其实挺好玩的，就是说你会教育孩子啊，你说你要少看手机啊，这个多看看书啊，或者说你这个多看手机啊，多看电视对眼睛不好。但是到自己来呢，你看这个手机啊、电视啊，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。我又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出门啊，他随身携带啊都是一瓶眼药水。为什么？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干涩、干痒啊，眼睛难受，他必须要滴一滴眼药水，把眼睛里面啊润了以后啊，他整个人才会舒服。而且现在啊，很多的这种中老年人啊，基本上都会配备这个老花镜。即便他年轻时候啊，他这个眼睛视力再好，老了以后他也离不开老花镜。其实这些问题啊，我们都有方法去把它缓解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快速的可以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。同时呢，如果说啊你这个眼睛近视啊或者老花啊，去经常做一做啊，还能改善。那如果说眼睛下面有一些黑眼圈啊，也能带来一些很好的这种缓解作用。怎么去做呢？其实非常简单啊，就是把我们的你看这个手啊，就是变成这样一种握拳的状态。那么这样的状态有什么用呢？你看啊，首先我们这个手的这个小拇指这边的指节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的指节，要对准着我们的眼眶，就像我这样啊，对准上去。你看这个小拇指的指节正好对准着我们的眼角这边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无名指的指节啊，对准着咱们的眉毛这里啊，正好卡住。你看这边有个骨头，你卡住了以后上下动不了啊，你把它卡好。卡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手掌的这块区域啊，我手画的这块区域是刚好是贴合在我们的眼睛上的啊，就是把这块区域贴在我们眼睛上。然后呢，我们2只手一起做啊，大家看，把我们的这个地方一卡住了以后，上下动不了。同时啊，你会感觉刺进去以后有一些酸胀的感觉。然后呢，用我们的这块区域啊去按住我们的眼睛，就变成这样啊，这样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注意你的手啊，不要往内去夹，这样夹着鼻子你没办法呼吸了啊，手要往外来打开一点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找一个舒服的状态，躺在这儿啊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整个感觉会非常的舒服啊。做完大概30秒钟左右啊，你的这个眼睛啊会发亮，感觉这个进光量啊非常的强，而且整个人啊疲劳，这个视觉上面的疲劳缓解的非常快。这个动作啊，和我们之前视频当中讲的啊，就是关于像眼保健操的这样的啊，还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啊，就是我们手掌覆盖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一块啊，它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啊我们眼睛的一个血液循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就是说当你感觉特别疲劳的时候，眼睛疲劳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眼睛啊发干啊、发冷、发凉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你的这个血液循环、末梢的循环不太好。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手部啊大鱼际这个位置啊，会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循环。你别看就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以后也很舒服。你就算把手啊这样放在这儿，贴在这儿也很舒服啊。这个呢方法啊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很多人都在用，用完以后啊都感觉特别的好，所以就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了。如果你经常感觉你的眼睛啊干涩啊干痒，眼睛总是感觉疲劳，
那你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啊。我是大伟啊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的眼睛不好，看东西啊模模糊糊，经常感觉自己的眼睛里面啊发干发涩，今天我要教你一套非常神奇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为什么神奇呢？就是因为你只要跟着我做上一遍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进光量啊明显的增加，看东西啊也变得清楚了，而且眼睛会感觉特别的轻松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一套方法啊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感觉有用的，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，以免以后再想看找不到，那就可惜了。好了，咱们现在来讲方法。首先我们先一起来找到眼睛上面的这个小开关，非常容易找。怎么去做呢？用我们的大拇指贴着我们的鼻子往上去推啊，往上推，推到我们的眉骨这里的时候，哎，明显的感觉有一个棱啊，你推不上去了，就是这个点。我们以这个点为中心，左右横拨大概1指的距离，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个点为中心，看往右往左啊，横拨各1指的距离啊，我们就这样去拨动，大概在20下左右。你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眼睛闭起来，顺着往上推，找到这个点以后，看右左右左啊，就这样贴着我们的眉骨啊，左右横拨啊。大约在20下左右，这个拨起来的时候，感觉啊是有一种酸酸的、胀胀的啊，甚至有些朋友在拨动的时候啊，会感觉眼睛里面啊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，就是往外去排出一些什么东西的感觉啊，这都是非常正常、非常好的现象啊。你就这样去拨啊，大概20下到30下，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就这么几下，我把眼睛一睁开，明显的感觉啊，我右边的眼睛和左边的眼睛啊，看东西啊是进光量是不一样的。右边的眼睛啊，看东西感觉更亮了，而且眼睛去眨几下，明显的感觉右边的眼睛啊，就眨动眼睛来说啊，都更舒服、更轻松。好了，当你掌握了这个动作以后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如果感觉眼睛疲劳啊、发沉啊、不舒服啊、看东西模糊啊，都可以把这个动作做上一下。然后呢，紧接着我要教给大家第2个动作。第2个动作在道家当中啊，叫做开天目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无论是看远还是看近，它是通过什么来调节的呢？就是通过我们眼眶深层的这个睫状肌啊，去调节我们整个眼珠的一个转动。所以呢，这个开天目啊，你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我们的冥想啊，去打开我们内部深层的这些肌肉，去激活它，以免它过于僵硬的。咱们很多人啊，比如说在近距离看书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把眼睛聚焦到远处，你会发现远处变得很模糊，然后过一会儿才能逐渐的变得清晰。这其实啊都是提醒着你啊，我们眼球内部深层的这些小小的精密的肌肉啊，它出现了一定的僵紧。我们接着啊用这个开天目把它激活。怎么激活呢？非常简单啊，双手你看持于我们的眼前，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呢在脑中啊去想象我们手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很简单的理解，就是我现在眼睛闭着，但是我能看见我手的一个形状。比如说我手现在摆成一个5个手指张开，我能在眼前啊呈现出这样的形状。我把手你看回复到这样的姿势，我的眼睛啊也能看见这样的形状。这个看不是说真的你物理上面去看，而是你在脑中有一个成像，这个意念大家要能理解。好了，此时我们把所有在脑中成像的意念聚焦在这个点上，指尖啊，以这个指尖为基础，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它，同时我们把它拉近啊，它在我的脑中能成像，非常的近。把它去拉远，好，此时你的意念是跟着你的整个状态是离远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其实反馈在我们的眼中啊，我们的这些小小的这个肌肉啊也会跟着去运动啊，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，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意念给它集中起来，它和我们这样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闭着目养着神去调节我们里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敏感程度啊，你看来远。好，左
右，你能看到我在左右的时候，我的眼球啊也在跟着转动啊，我能看见到它，然后来往回，再拉远，啊，意念集中起来，你看往左，往右，好，回，再进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如此反复做上5遍啊，有很多人会说啊，你说的方法和我自己这样去做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眼睛闭起来，就这样反复做5遍，再眼睛睁开，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大陆啊，眼睛会变得特别的轻松，看东西也会变得更加的有神，眼睛会变得非常的清澈啊。然后如果说你单纯的是这样去做的话，你会感觉啊就这样啊，你做完以后还是这样，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2个动作我希望大家收藏好，我也希望这个动作啊能够给你带来帮助。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，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经常感觉你的眼睛疲劳，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晰，那么今天啊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打开我们眼睛上面的一把锁，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啊明亮透彻。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神奇，神奇在什么地方呢？只要你能跟着啊去做上一个20秒到30秒，眼睛一睁，你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，整个眼睛的进光量啊会明显增加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告诉大家。大家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我们现在来讲动作，眼睛上面的这把锁啊，就藏在咱们的眉头和眉尾，只不过咱们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技巧，才能把这把锁啊给完全的打开。大家可以跟我做这个手势啊，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做成这样啊，对住了我们的鼻梁。注意看，我们把指腹啊是贴在我们的鼻梁，顶在我们的眉骨这里，大家注意看。然后呢，手呢是往上去推，记住这个发力方向很重要啊，手是往上，大家看我这个手啊，往上去推。顶着啊，顶着往上推，怎么也推不动了啊，这个点就对了。同时你能感觉手往上一顶，里面出现酸酸胀胀的感觉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，证明你这个点啊找得非常准确啊。我们就这样，手贴住鼻梁往上去推，推上去推不动了啊，嘿，这个时候就到了。好了，双手贴住我们的鼻梁，顶住我们的眉头，然后另一只手呢分开来，用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的中指分别按在我们的眉尾。把我们的眉尾，你看啊，看我的手势往外去推啊，你看往外去推，点住我们的眉尾往外去推啊，记住了，这里的推啊，并不是说让你这样去刮啊，而是点住了以后往外啊去发力啊。我们一手啊贴住我们的鼻梁，推我们的鼻头，另一手呢就是贴住我们的眉尾往外去推，就这样保持住啊。它的发力方式是这样的，你看往上往外啊，同时发力。好。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可以跟我一起做啊！你看，来发力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吸气、呼气、吸气、呼气。但是无论你怎么呼吸啊，手上的劲啊一直要顶着。我们就这样保持一个20秒钟，把眼睛一睁开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眼睛啊立马的变明亮了。而且不仅眼睛变明亮了，你会感觉整个我手指的这一块啊，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畅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动作，把我们眼周的这个锁啊给打开了。如果啊你经常看书啊，经常啊用眼，或者是年纪大了，感觉眼睛啊有一些老花，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眼睛，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，一手推眉头，一手啊推眉尾。只要方法用对了，每天坚持做一个20秒到30秒钟。眼睛一睁就是一片新的大陆。这个方法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啊，都可以去做。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帮助到你，让你的眼睛啊变得非常的舒服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方法转发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你的一个小动作啊，无形之中啊就做了一件善事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因为在我这里你能学会到非常实用、非常管用的小妙招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只要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，都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啊，逐渐的不行的。要么呢，就是看东西啊特别的吃力，眼睛啊模模糊糊的；要么呢，就是眼睛里面啊总是感觉啊痒，有异物感，特别的难受。其实啊，咱们的眼睛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啊近视，那么你的度数啊会逐渐的增加，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。那么有些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视力很好。但是到老了以后，反而眼睛啊就变成了远视眼啊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花眼。
啊，看东西啊必须要离着很远才能把里面的字啊看清楚，特别是看一些小字啊，自己看起来是特别的吃力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请身边的啊，比如孩子啊，年轻一点的人啊帮他去看，要不就配个老花镜啊这样去看。其实啊，我们的眼睛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小开关，这个小开关啊，你做了以后啊，就能让你的双目啊变得特别的清澈，特别的明亮，看东西啊也会感觉清晰了很多。今天我会把这个小动作啊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做完以后啊，一般来说2到3分钟啊，眼睛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。如果你有这样感觉的话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，以免以后啊想要去找，突然忘记这个方法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其实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做的，咱们只需要把眼睛闭上，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的眼眶啊，从我们的这个鼻梁上面啊一直往外，大家可以摸到一个棱啊，你看手上下的去摸啊，沿着我们的眉毛啊，可以摸着一个棱，我们就把这个手啊成这样的手势，拇指贴在这个棱的下方。然后我们的食指呢放在这个棱的上方啊，然后你双手用力往这个中间啊一挤，你看就把这个棱啊给它按压住了啊。从这个手啊贴着我们的鼻梁这一侧开始，就是这一侧，大家注意看啊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开始，2个手啊都做啊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清楚，我们这里啊只做1只手演示啊，一会儿再给大家做2只手的演示。大家现在可以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一起做，把手按下去。啊，手放上去以后，双手啊向内用劲啊，用力往里面去压一压啊，压着感觉有一些微微的发酸，有一些这个往头上的一些少许的放射感啊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压着，我们压上一个5到10秒钟啊，这个感觉很奇妙。很多朋友反馈啊是头上有些感觉，有的朋友是感觉眼睛深层有一些感觉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一只眼睛不做，一只眼睛做啊，我给大家反馈一下这个感觉啊，你会看见很神奇的一件事啊，你看压住不动。好，5到10秒钟以后开始上下的晃动，注意手上的力比较松，还是压着啊，你看上下微微的晃动啊，就这样，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啊。你看，换个角度给大家看，手上下的晃动。好，晃动大概10到20下以后，我们再往后往我们的眉骨啊，就是尾侧啊，你看，看推过去，依然保持这个压力，顺着这个棱推过去，推5下，1、2，看，3、4啊，不用很用劲，轻轻的啊，5。好，做完以后，大家看一下我的2个眼睛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我现在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睛啊，我的右侧眼睛啊进光量很多啊，就看东西啊变得更舒服，而左边的眼睛啊有一些对比起来就发现有一些困的、胀的啊，眼皮往下搭拢的感觉，这个是一点不夸张，和大家去说，大家如果跟着我一样的就做一边眼睛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其中的差异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当然做的时候啊，不能是说就做1只眼睛，我们2只眼睛一起做。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步骤啊，你看手捏着，然后放在我们的眼眶上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压进去5到10秒钟，这个时候是不用力的。好。5到10秒钟以后开始上下的推动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可以按秒数来，或者说你自己数5到10下。好，推完以后压着往我们的这个眉毛尾端啊去推1、2，推的时候注意啊，有些朋友指甲比较长，它会划着我们的眉毛，这就不太好了。3啊轻一点，4温柔一点，5啊6好。做完以后再看一下自己的感受，你会感觉这个眼睛啊特别的神奇，感觉一下子进光量就出来了啊。其实这个动作啊是非常简单、非常有效的一个动作。你们日常的时候啊，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一套，晚上睡眠之前做一套，也可以在眼睛用眼疲劳的时候做一下啊。这个动作非常好，我们一天做个2到3次就可以很好的养护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的眼睛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清晰，同时呢减少我们眼睛的一个疲劳感，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。
好了，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，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，因为在这里你能学会很多非常实用、非常好用的养生小知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